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想为各位介绍的是这个普罗森的自动注料机，那其实蛮大一盒的。好，那先大概介绍一下内容物。其实这一盒这么大呢，它的内容物呢，主要是在这个瓶子啊，这个瓶子，就是说有一些瓶子不适合的，你可以用它这个瓶子。然后当然就是这个另外这个。就是自动注料用的这个瓶子。那本身呢，普罗森出的新的几个瓶子好像都可以通用，所以这个瓶子是给其他的一些不通用的在使用的。盒子这么大，其实主要就是这一个。好啊，接下来就是一般的线材的部分，这是线材，那这个比较没什么了，就大家看一下就好了。这个是要接到那个注料机的。好，接下来就比较重要的部分了。这个就是放那个瓶子嘛，它瓶子放这边这样。好，然后这边进出，就是说我进料从这边进来，那从这边出去接到猎鹰机。大概这样，那这地方可以直接打开。那这个打开是说，你如果这个是耗材，这根如果要换掉的话，你可以直接这样打开，直接换掉。好，接下来就是感应的部分了。那其实我一开始会对这个东西有点兴趣的是因为这个感应器的关系啊。那这个感应器因为我没有直接上机，原因就是因为我在拆的时候，我就是比较大力嘛那你看这个就整个都翻开了。那我想说，可能有人会遇到跟我一样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想说，就把它拍摄一下，然后说讲解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接下来就是说，这个东西本来它的原意是给你自动注料用的嘛它是设计在那个比较大台那一台叫 Mega， 后来我看了它这个可以使用了，就 Revo 机可以使用。那我对它有兴趣，其实就是这个感应的部分，因为我不知道各位使用这种下沉式的3D 猎鹰机有没有发现到一个问题，就是拉拔力。像这是料槽啊。正常来讲我们在使用猎鹰的时候，我们会把料放很多很满。可是我上次去猎鹰的那只 ONYS 料之后，我发现说，其实你树脂的浓稠度会影响到你整个猎鹰时的拉拔力。所以呢，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说，我在猎鹰的时候呢，就只要树脂在底下这边薄薄的一层就好了。这样它猎鹰的时候呢，我在抬升的时候呢，它的液体对拉拔力的影响应该会降到最低。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离心膜呢，我相信它的寿命应该会更长，因为你本身你放在这上面的料树脂比较少，所以它重量也比较少。那这样的话，这个离心膜它本身持续在承受重量也是比较少，所以应该离心膜会比较健康，所以我才对这个东西有兴趣。那各位如果去看它的说明书的话呢，它说明书上面有写说，它就是侦测7mm 到9mm 之间会自动注料。那7mm 到9mm 大概是多大？大概是像这边是1公分嘛大概就这样。我们假设9mm 就到这里吧，所以就是会到这边一小节。那因为我这个我在拿的时候太大力了，所以它这整个都掉了。整个都掉了之后，我变成说我要再重新把它组合起来。就借这个机会，如果说有遇到跟我相同的问题的人，你可以这样去解决它。它这个它这边一旦掉了之后，你变成说它这边定位都跑掉了。那我跟各位说，就是说，用双面胶直接在这个地方固定一下，固定一下，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定位好了。那它这边有3根嘛
3根这一根呢是那个侦测吸料的，就是说我今天要把树脂从料槽吸起来，它靠的是这一根侦测的，所以这一根呢一定要贴平这个地方，要贴平这里。那这个吸料的也是，它要贴平这里，都要贴平。所以呢，就是用双面胶带在这边贴一下，然后把它贴平。好，另外这个就是那个我们要侦测多少料要补料的。因为我这个已经跑掉了啦，所以我变成说我要重新做。我的做法呢就会，我等一下就是会打算就这样做。我先这样子，然后拿铅笔来一下，可能铅笔先画个5mm的地方好了。因为我这个已经跑掉了，我不晓得到底它这个应该是要往上要拉多少。然后呢，再拿这个刻线刀，等一下我会把它刻完，然后因为等一下要测试说到底它能够注料到多少，所以呢，我在这上面呢，我会在这个画的地方呢，这边再瞄一下，因为等一下就会给各位测试给各位看一下，它到底会注料到哪里会停。等一下就是这样子，因为这边量过是5mm 啦，这边量过。那它这个东西它这个东西你看它侧面看是这样，你这个可以抬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今天在注料的时候，它这个应该是水平的吧？如果说你要低一点应该就是这样子吧？它最低到这边，正常来讲可能是到这里吧。你要让它感应多高，应该就是靠这个来调整。所以本身其实你这个如果说你弄好之后，你也不一定说我这边固定好之后，那你想说那可能它高度会就固定，其实不是，其实就是这一根在调整的。它这边可以调整。等一下我全都弄好之后呢，就是会上机实测来看看。Hello， 大家好，那我大概把它装好了，那先给各位看一下像状况。那这个呢是，我没想到它居然不会跟那个空气清净机干涉，所以你可以装空气清净机，这个也可以装。好，然后里面内容物我先把它大概装起来，就这样。等一下会直接用新的料下去做测试。那先看一下背面，它背面的部分其实要安装上也不会很困难了，因为它那2条感应线呢，一个红色，一个蓝色，它都帮你分好了，所以你呢装下去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大概看一下它的简单的测试。那首先是这一个，这个蛮有趣的，你看这个。好，那我现在按下抽料，因为你要倒料只能够实际要练，它才会帮你注料了。这个测试呢只能够测试抽料而已。那你先看你先看这个头，然后你看我按这个，还蛮有趣的这个自动会盖下来，然后你看这边要开始抽，然后这样表示安装应该是 OK 的啦。好等一下就直接放树脂下去测试啦。Hello， 大家好，那我大概完全都装好了。那这次我测试的树脂是这个新的 RPG 树脂，因为我想说这个注料器呢，应该是为了后续要给一些就是开始针对特定的树脂去使用，应该比较方便。然后呢，这个东西呢装下去之后呢，我现在把料槽装下去了嘛那你看这边底下其实还是有一点空隙在的，所以呢，我这边标注说离这边5mm，那可能出来就会接近官方的7到9mm，因为我这个有跑掉嘛，所以我想说我这样先测试看看。当然了，因为我看这样子的树脂，先测试看看它到底能不能就是在接近这边的时候就停。然后你看它这边这边自动注料这边呢要先打开。这个抽料这个只有那个有放才可以抽啦。现在我没有放料嘛，
那你如果要倒料的话，变成说一定要先测试裂印，那这样它才会开始注料。那我们先试试看。Hello， 大家好。因为刚才一开始注料的时候比较慢，因为我第一次使用啊。它这个地方哦，你要把它往上拉，这样它才会有转到。我刚才用的时候都没转到，现在才开始注料，你看。当然，这速度很慢啦。我相信这样的做法是对的，因为如果你速度太快的话，那你在裂印中补料，那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数值。好啊，等一下再来继续下一段，先等一下。快到了，快到了，那等一下应该就看到了。哦，真的停呢，好准哦！可是这个的话赶快关掉哦，不然的话它会自动裂印，哈哈。好，那接下来的话还有一个抽料，好，立即抽料。数值已满，可恶！那看来我要拿一个空瓶啊，不然它不会回抽。不过本来应该就是这样子吧，因为我这一罐是新的啦，它这样没有回抽。他跟你说数值现在是数值槽是满的，哈哈，那我可能要想个办法了。不过没有关系，因为就是这边就顺便做个小结啦。那我觉得齁，等一下，好像还是可以哦。继续，不行，好。那做个小结啦，因为我觉得说 Revo， 我本来想说买这个东西到底适不适合，因为我买的是 Revo 机，就是 Mighty。那后来我觉得说，如果说你今天要降低那个猎鹰的拉拔力的话呢，我们让树脂槽里面的树脂比较少一点，应该是一个好方法。因为其实这一次其他家好像也是推出了另外一种其他方式去降低这种就是上升型的这种猎鹰机它的拉拔力。因为你拉拔力越小的话呢，你的速度可以提高。
那如果说我今天我树脂在这个树脂不要太多的话，那因为我们真正列印只有那一层表面嘛，那不要太多。那我今天在拉往上提升的时候，我表面的那些液体呢，就是会造成对我的拉拔力的影响就会下降。这样我列印的时候速度应该可以再提高。嘿，那再来的话支撑的话应该也比较不会断。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啦。嘿这个呢就会介绍到这边啦。有兴趣各位可以参考看看啦，因为这个东西我是第一次用，其实我 NG 了蛮多次的。好，谢谢各位。